谷歌昨天晚上把二季度财报交出来了，季度是到6月底为止的。先说个有意思的事，这份财报的净利润同比涨了将近300%，差不多是去年同期的4倍。你要光看这个数，那是相当漂亮。可财报一出来，盘后股价反而是跌的，这就怪了。利润翻了4倍，股票怎么还跌呢？这一期就把这事儿讲清楚。先看财报本身，再讲讲我个人的看法。本视频的分析只是内容分享，并不是实盘操作。先说实实在在强的地方，这块是真强，总营收1198亿美元，同比涨24%，是2022年以来最快的一季，而且已经连续12个季度2位数增长了。整个公司的经营利润率升到34%，搜索广告涨17%，YouTube 广告涨13%，主业都很稳，但全场最亮的是云。谷歌云这一季收入涨了82%到248亿，更关键的不是收入，是利润。云的经营利润从去年同期的28亿涨到88亿，翻了2倍多，利润率从21%一下跳到36%。我给你一个更直观的数，整个谷歌这一季的经营利润比去年多赚了大概95亿美元。而光云这一块就贡献了差不多60亿，也就是说，谷歌这季利润增长的60%是云一个部门顶上来的。云利润率为什么能跳这么多呢？我举个例子，云这门生意前期要先把数据中心、服务器这些重资产砸下去，是笔大开销。等客户用量上来了，这些固定成本摊到每一单上就越来越薄，利润率自然往上窜。所以从21%到36%，其实就是规模效应出来了，需求足够大，前面砸的钱开始赚回来了，这是好事。好，现在讲虚的地方。刚才说净利涨了将近300%，每股收益9块1毛1，涨了294%，看着吓人。可这里头有个大水分，这一季有一笔990亿美元的其他收入，来自谷歌手里持有的一些股权被重新估值涨上去了。财报的角注写得很清楚，光这一笔就给每股收益贡献了6块2毛6。你算一下，9块1毛1里头拿掉这6块2毛6，真正靠做生意赚出来的每股收益其实只有2块8毛5，这个数还略微低于市场原本的预期。那这990亿到底是什么钱呢？我打个比方，你家买的房子今年涨价了，账面上你的身家是涨了一大截，可你又没把房子卖掉，这钱你一分都没拿到手，明年房价跌回去，这账面身家又缩回去了。谷歌这990亿就是这种账面上的浮盈，不是收进兜里的现金，市值一变它就能反转。这里还有个会计上的门道，顺带讲一句，这种没上市的公司股权平时是不动的，只有等它开新一轮融资，有了新的市场定价，谷歌才按新价格把账面重估一遍，这个涨价就直接算进当季利润里了。所以它天生就是一笔忽大忽小又没有现金进账的数字。分析师普遍把这笔浮盈归因到谷歌持有的 Anthropic 股份重估上。注意，是分析师这么估的，谷歌财报本身没点名。既然讲到 Anthropic， 就多说2句，因为这家公司这次是理解谷歌的一把钥匙。Anthropic 是做大模型的，它的产品就是 Claude， 谷歌手里握着它大概14%的股份，前后承诺投进去最多400亿美元。他凭什么让谷歌的账面利润一下多出这么多呢？因为他这一年估值涨得太吓人了。就在1个季度之前， Anthropic 的估值还是3500亿美元上下，到了这个季度，新一轮融资直接把它顶到了差不多9600亿，逼近1万亿。你算一下，谷歌那14%，光这一块就值大概1350亿美元。美国银行估算，谷歌这季990亿的浮盈里，差不多800亿是 Anthropic 贡献的。而且这里头还有一层很有意思的关系，谷歌一边拿钱投 Anthropic 另一边又回过头来大规模租用谷歌的自研芯片来训练模型，传出来的单子最多上百万颗芯片，差不多400亿美元，等于谷歌投出去的钱
有一部分又通过云的消费转回了自己手里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他这笔投资投在了一个正在高速成长的公司身上。但你也得知道，这种我投你，你又买我的循环，看空的人会拿它做文章，说这里头有点自己给自己撑场子的味道。那真正让市场往下卖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营收，也不是利润，是花钱。谷歌这一季的资本开支就是买芯片、建数据中心的钱，花了449亿美元，同比翻了1倍。全年的指引也往上调，奔着1900亿去了。而且管理层说2027年还要再显著增加。翻倍是什么概念？结果就是这一季他做生意赚到的现金是391亿，可他花在建产能上的钱是449亿，赚的钱不够花了。所以他这一季的自由现金流第一次转成了负的，负59亿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，钱的流向掉了个头。谷歌以前是大把回购自己股票的，去年同期回购了132亿，等于把钱还给股东。可这一季回购直接归零，反过来他还发新股、发债券，前后后融了差不多700亿进来，明说了就是拿去扩建 AI 基础设施和算力。你把这2件事连起来看，一家过去往股东兜里塞钱的公司，现在不塞了，反手向股东要钱去砸 AI， 市场怕的就是这个。你这么烧，什么时候能烧出回报来？所以云涨得再好，也被这个花钱的势头压住了。那这么多钱砸下去，到底买了什么？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这笔开支是护城河，还是白白给别人交钱。好消息是，谷歌的钱大头是投在自己研发的芯片上，这个芯片叫 TPU， 不是全去买英伟达的 GPU， 它自家的 Gemini 就是用自研 TPU 来训练和运行的。这代芯片跟博通一起设计，两家的合作一直签到了2031年。今年谷歌还一口气出了第7代和第8代，第8代干脆分成2款，一款专门管训练，一款专门管推理，各干各的活。那它比英伟达强在哪呢？主要是便宜。按第三方机构的测算，谷歌这套芯片整体拥有成本比英伟达便宜大概3到4成。单看做推理，每处理100万个字符，谷歌大概花1毛8，英伟达要3毛1，省了4成多。对一家一年要花1900亿建算力的公司来说，省3、4成是天文数字。那他买不买英伟达呢？买，但主要是买来转租给云客户用的。那些习惯了英伟达那套生态的开发者要用，他就得备着。这不是谷歌自己训练的账单，这里有个能说明分量的细节，连安硕 Peak 连 Meta 都在租或者谈租谷歌的 TPU， 别人家的芯片不用，来用谷歌的，说明谷歌这套自研芯片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用，是真有人买账的。所以谷歌是几大巨头里最不靠英伟达的一个，这笔芯片钱花下去，更像是在挖自己的护城河。当然它也不是独占，这护城河是跟博通一起挖的。把镜头拉远一点，谷歌不是一家在烧钱，是几个巨头一起在烧。4大云厂商今年的资本开支加起来大概7250亿美元，同比涨了 77%。 我给你排一下这笔钱占各家营收的比例，你就知道谁最激进了。甲骨文最狠，占到 86%， Meta 54%， 微软 47%， 谷歌 46%， 亚马逊最稳 25%。 谷歌在这里头算中间水平，但它体量大，绝对金额巨大。围绕这个，华尔街直接炒成2派，看多的一派逻辑是，你看云的在手订单和 82% 的增长，说明这钱是需求逼出来的，是有人排队要买算力，不是乱花，所以多数大行还是维持买入。看空的一派说，现金都烧成负的了，回购还停了，回报又没验证，这不可持续。空头里最狠的一句来自微软自己的财务负责人，他说这些 AI 预算里很大一块，其实只是被内存零件涨价吃掉了，同样1块钱，现在买到的算力更少了。这2派炒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，这么大手笔投进去，到底是抓住了真需求，还是投过头了？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答案，得往后看。再看谷歌几块核心业务，先说最要命的搜索，这一季搜索广告633亿，
涨17%，还很稳。谷歌全球搜索份额还在90%左右，一天85亿次搜索。数字上看不出危机，但边际上 AI 确实在啃它。ChatGPT 现在月活破了10亿，有研究估计 AI 大概抢走了15%到20%的查资料类的搜索，就是那种你以前会去谷歌搜一下的问题，现在直接问 AI 了。还有机构更早就预测，传统搜索的量到今年会掉1/4，这个侵蚀是真实的，只是还没伤到广告收入的筋骨。那谷歌怎么防呢？它的办法是把 AI 塞进自己的搜索里，让你在它的地盘上用 AI 问答，这样你这一次查询还是留在谷歌手里，广告还是它的。这套 AI 搜索现在月活也有20多亿了。不过有个诚实的地方得说，这种 AI 答案能不能像老式搜索那样赚钱？谷歌只说变现率差不多，但它没有拿出硬数据来，这块还得观察。再说它自家的 AI Gemini， 它的月活到了9.5亿，已经基本追平 ChatGPT 了。要知道去年这俩还差着1倍，追得很快。不过有个坏消息，它的旗舰新模型 Gemini 3.5 Pro 被推迟了好几个月。彭博的报道说，是因为编码能力没达到内部要求，谷歌把它推倒，重新训练了。现在顶上的还是上一版。在最前沿的模型排名上，谷歌守得住前3，但排第1的是别家，它暂时还够不着最顶端。最后单说 YouTube， 因为我觉得这块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稳定器。YouTube 广告这一季涨 13%， 更能说明分量的是全年数。2025年 YouTube 广告加上会员订阅总收入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，比整个 Netflix 还大。在电视这块，它占了全美电视观看时长的 13% 多，是单一平台里的第1名，已经不只是个网站了。那 AI 来了，会不会冲击它呢？有意思的是，反而更稳。有研究去数了数 AI 给出的答案，发现被引用最多的来源就是 YouTube 的视频。你想也对，很多东西文字讲不清楚，得看视频。AI 自己也生不出这些视频，只能引 YouTube 的。所以不管你用哪个 AI， 绕来绕去，还是会把你导到 YouTube 上去。别人的 AI 越强，反而越是在给 YouTube 送人。客观部分收个尾，谷歌现在股价342美元，市值4.17万亿美元，往前看的是盈率大概23倍。财报出来盘后跌了大概 2% 出头，具体收盘跌多少还在变，我这里就不给死数了。把这一段总结一句，这份财报是经营强、账面利润虚高、现金流吓人的组合。市场盯的不是他赚没赚钱，是他花钱花的让人心里没底。经营本身其实是不差的。好，客观的部分讲完了，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。先把结论摆前面，综合看，我个人对谷歌的未来是偏乐观的。下面讲讲为什么，主要3块 ：AI、芯片，还有他手里那个 Anthropic 的股份。先说 Gemini 这次推迟，我觉得推不推迟其实没那么要紧。从 Gemini 2.5 那一代开始，谷歌就已经证明了它是有能力把 AI 做好的。这个底子在我个人猜测啊 ，Gemini 作为一个写代码的引擎，它大概率是打不过 Cloud Code 和 Codex 的。这2家在编程这块已经跟其他家拉开很大的差距了。但这事儿对谷歌来说，我觉得不致命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谷歌手里有 Anthropic 14%的股份，编程最强的那家，它是股东。第二点更重要，谷歌其实不需要很强的编程能力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拿可口可乐和药企做对比。可口可乐这家公司配方100年基本不变，它也不用天天搞什么大发明，靠的就是牌子和铺货的渠道，谁都绕不开它。可药企不一样，它必须不停地砸钱做研发，因为专利只保护10来年，新药出不来，公司就得死。这是2种活法。谷歌就更像可口可乐，它已经是个巨无霸了，底子厚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它手里最值钱的是搜索这个入口，是全世界都绕不开的那个渠道。而 OpenAI、Anthropic 这种公司更像药企，他们要是只做个聊天机器人，天花板不高，赚不到大钱，所以必须往写代码、往做智能体这些方向拼命创新，是被逼的。
谷歌没那么大的创新焦虑，它要守的就一样东西，搜索入口。举个例子，普通人用 AI 干嘛？他不写代码，他就是问个问题，查点东西，要的是一个比老式搜索更聪明的搜索而已。所以对谷歌来说， Gemini 只要把搜索的准确度做好，让人搜着舒服，搜得到有用的东西，这就够了。至于能不能做出一个像 Cloud Code 那样能打的编程引擎，能做出来当然更好，锦上添花。做不出来也伤不到它的根本，它做的是普通人的生意，守住这块就行。再说芯片，刚才客观部分讲了，谷歌自研 TPU 有成本优势，我个人的看法会更保守一点。说实话，自己造芯片想跟英伟达正面竞争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英伟达那套生态不好撼动，多少家想绕过它都没绕成。但好在谷歌的 TPU 不是喊口号，不是 PPT 上画饼，它是真有实物，真有成果跑出来了，连 Anthropic 这种最挑剔的公司都在用。对我来说，判断标准很简单，它只要有东西能用在自家的 Gemini 上，帮他省下一笔本来要交给英伟达的钱，这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不需要他去打赢英伟达，能自给自足，能省成本，对谷歌这个体量来说就是实打实的好处。最后说 Anthropic 这个股份，这也是我看好的一个点。谷歌占了 Anthropic 大概 14%。 Anthropic 是什么公司？是现在大模型里实打实的前2，除了 OpenAI 基本没有别家能跟它掰手腕。你能占住这么一家公司 14% 的股份，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信号，代表谷歌押对了一个很好的未来。刚才也讲了，这 14% 现在账面上就值1300多亿美元了。有人会说，这些好处是不是已经反映在股价里了？这也是我唯一觉得要留意的地方。但你看它现在的估值，往前看是盈率才23倍，一家营收还在涨 24%， 云还在涨 82% 的公司，23倍市盈率，我个人觉得不算贵，甚至可以说是打了折的。你横着比一下，市场上一堆增长还没它快的公司，是盈率比它高得多。所以把这几点合起来，芯片能自己，搜索入口守得住，又押中了 Anthropic， 估值还不贵，这就是我对谷歌偏乐观的原因。当然，它花钱花得凶，现金流转负这个风险是真实存在的，得盯着。最后从交易角度补一句，谷歌这种巨无霸其实不太适合拿来做趋势交易，盘子太大，很难走出一波像样的大趋势。所以今天是把它当一家公司来聊，不是当一个趋势交易的标的。以上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